Hello， 你好，我是莱斯，欢迎来到每周五更新的莱斯新更报第61期。本周的新更报除了最强档的游戏《萨尔达传说：王国之泪》要发售了以外，这一周还有 XGP 的新上架名单，以及 XGP 爸爸提供数张 XGP 订阅服务2个月的抽奖。那另外也新增了一个小单元，以后我除了报道新游戏以外，也会把我这1-2周玩了什么游戏也稍微拿出来讲一下。其实我玩了不少断尾，或是我觉得不是很想拿出来做单支的游戏，那我觉得还是可以拿出来稍微聊一下、消化一下的。那在开始今天的广告之前，偷偷分享一下，我们前2天破30万咯。那 QA 的部分，我自己是觉得还好。不过如果你们有想要问什么，这是个机会可以问了。简单题目简单答，大型问题就丢夜店玩咖，觉得如何？好啦，那我们就进广告咯。知名的国产黄油开发商永恒爱丽丝工坊，是曾经开发过赫雷兹角斗场以及只要胆子大女鬼放产假的冥婚交友中心的工作室。就在上周五4月28号隆重发售全新的武侠风恋爱冒险故事《剑侠风尘恋曲》。你扮演的是一个刚踏入武林的孤儿龚真，本来想跟着同样是孤儿的上官兰，协助村庄中的居民击败诱拐孤儿的土皇帝，又意外认识了个甩也甩不开的行脚商人苏沐风。没想到才刚踏进去江湖，就马上卷入了黑白难分的惊天案件中，还遭到了另外一个正妹魏双云的追杀。你们看看这个追杀，惨无人道，惨绝人寰，惨中之惨，连衣服都不给我穿，真的是太过分了。而且上官兰跟我行走江湖那么久，看到魏双云发动攻势，居然也趁机偷袭。果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防人之心一刻也不得闲。游戏采用回合制的战斗方式进行，每一个侠客都可以依靠每回合施展前锋、中锋、后卫辅助的方式来改变行动顺序，也可以指定让谁使用前锋技能来抗敌人的伤害。游戏中也可以靠探索来学习武学，透过武学做角色的成长，也可以在探索的旅途中学到不同的技能，拿到武林秘籍。目前 Steam 已经有全年龄的版本，也可以透过购买下载 DLC 的方式来增加 R18 DLC 的内容。如果对这次游戏有兴趣，不妨到 Steam 上面搜寻《剑侠风尘恋曲》，支持一下国产开发商，同时也支持一下你的裤裆哦。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本月 XGP 的新上下架名单，这次有2款游戏更新，5款下架，还有7款新上架的游戏。首先首发登陆 XGP 的，我们先讲鼎鼎大名的血色降临 Redfall。上一期我们就有介绍过，就是一款共斗类型的射击游戏大作，由知名的 Arkane Studio 开发，更知名的 Bethesda 发行。我还来不及尝鲜，评价一路跳水到几乎破千篇的30%大多负评。看来就是真心建议啊，游戏名称里面有 for 的真的要小心，出事的特别多。那除了优化的问题以外，还有蛮多人诟病游戏性的问题。有实况观众表示，他们花了很久的时间去理解游戏的机制，猜测可能是因为对游戏有错误的认知，导致期待落差。只是由于我还没有玩过，也不好说嘴。反正 XGP 有订阅就可以免费游玩，这个就看有没有空抓下来玩。接着是一款 Remedy 相当知名的游戏 Quantum Break 量子裂痕。这一款虽然是2016年的作品，但是画面表现极其优秀，各种时间要素的剧情和子弹时间的安排都很细致。那这款我有玩，当初没有做影片，非常值得一玩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Remedy 就是做控制的那间公司 ，Alan Wake 也是他们家的作品。这3款在 Steam 上面的评价都相当好，如果没有玩过的话，这一支真的是蛮推荐可以玩一下的。那围城 Besiege 这一支也是相当猛的独立小品游戏，在 Steam 上面有破4万篇的95%压倒性好评。那这一支的特色是基于物理的建筑游戏，在里面可以建构你自己喜欢的工程武器，基本上就是满足你破坏的欲望，颇带舒压感的一款游戏。如果没有玩过这类型的舒压游戏，绝对是可以试试看的。Ravenlock 这款是 Echo Generation 的团队 Coco Cucumber 可可黄瓜的制作，也是在 Riverbound 和 Echo Generation 后立体像素3部曲的最终章。那这是一款第3人称像素风格动作角色扮演游戏，故事是一个少女透过进入镜子跌入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很容易让人家联想到《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动作角色扮演一些基本的要素 Ravenlock 是都有，包含了赚钱买东西，有不同的技能可以选择释放。如果不喜欢 Epic 平台的人，在 XGP 现在可以免费玩也是不错。鬼野西部决定版则是2022年 Devolver Digital 的一款重点游戏，卖的还算是不错，不过评价只有差不多75%左右，是一款俯视角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有天赋、道具、技能和多种角色可以搭配看起来是真的很不错。那一些负评的点是在于 AI 的设计不好，以及后期一些重复性的任务比较无聊一点。优点则是在于游戏的系统还算是蛮新颖、有趣，而且更重视角色扮演的部分。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今天应该还不能玩，要等到5月8号。暗影狂奔3部曲这个系列是包含了2013年发售的回归、2014年发售的龙允导演剪辑版，以及2015年发售的香港加长版同捆就是一款电狱判客风格的回合制策略游戏。2022年就已经有发3部曲现在3部曲同捆上 XGP。
这个我觉得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一来是蛮久以前的游戏，二来不支援中文，玩起来是比较吃力一点。最后一个上架的是《战场的副歌曲2》。这个一代在2021年发售，是一款走受控风格的日系回合制战术游戏。不论是画面、游戏性、整体的色调和风格都很讨喜的游戏，表现其实不错，在 Steam 上面有破600篇的92%极度好评。可惜的是，这次战场的副歌曲2代好像没有中文哦，在 XGP 上面没看到，在 Steam 看他们的页面啊，这次也移出了中文的项目。不过尽管如此，一代还是有中文，而且在 XGP 上面还是可以玩得到。有兴趣的话，可以先从一代玩玩看。那接着有2款游戏有更新，第一个是我想玩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的 Grounded， 这次更新了 The Super Dupe， 多了一台机器，让玩家可以用原始科学来复制特定的设备和物品，同时也新增了更多的功能、基础装饰、新的黄蜂生物、炮塔等。另外一个是乐高的 Star Wars 天行者传奇。那乐高系列是真的还蛮意外的，没有想到几乎每一座评价都很高。这次就是小更新啊，多了天行者 Luke 的弑星者角色。那在5月15号要离开 XGP 的游戏总共有5款。好消息是，这次要离开的都还好。Before We Leave 是一个6角棋盘的角色经营游戏哦，一般这种类型的游戏啊，看起来有点毒性的都不推荐追下架玩。而经典游戏《超级枪弹辩驳2：再会了绝望学园》绝对是一款很值得玩的侦探型视觉小说游戏，在 Steam 上面也有破2万篇的96%压倒性好评。你在最后这10天左右可以抽到30-40个小时来玩哦，你就可以追尾哦，不然这一支啊，目前 Steam 折扣只要187，到5月9号折扣结束。那钢铁雄心4这一款就真的是蛮经典的，虽然我是没有什么兴趣，不过喜欢2战战略游戏的人，这是少数这类型游戏中表现超级亮眼的一款，有超过16万篇的92%极度好评，评价极其的好。在 Steam 的社群上面还有大量的模组可以使用，不过也是不太适合追尾，上手难度高，上手后毒性强，不喜欢的话根本不用玩，会喜欢的话10天你也玩不完。下一款 Umurangi Generation Special Edition 这款就蛮特别的，它是走 Cyberpunk 的末日风格的第一人称拍照摄影游戏，和我们一般玩的打怪、杀怪、拯救世界完全的不同。我们可以透过拍摄特定的图片、收集相片、明信片等内容来推进游戏的进度。拍照的内容也有结合跑酷的玩法。那我自己是没有玩看了一下人家的反馈，里面还有一些跟政治有关的内容，可能会要你拍照的时候避开某些物件。那摄影新手会碰到的 ISO 啊、光圈、闪光灯等，在里面都有机会可以碰到。游戏总共有12关，整个游戏想速通的话，不会花太久的时间。这一种自己舍不得买但是会想试试看的游戏，就蛮适合在 XGP 上面玩玩看的。那最后一款则是在2015年获得 TGA 最佳独立游戏提名的全动态影像视觉小说 Her Story。这款是由 Sam Barlow 操刀的非线性叙事的犯罪小说游戏。那 Sam Barlow 蛮厉害的，他后来有做另外一款类似的游戏，叫做 Immortality， 也是全动态影像的视觉小说，在去年也入围了最佳游戏指导，然后被艾尔登法环按在地板上摩擦，入围就是肯定这个撞到艾尔登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这款2-3个小时就可以玩得完了，可惜没有中文化，可能要另外去找。好啦，那 XGP 新上架的游戏看完了，这边提供一个抽奖的消息，我们获得了 XGP 爸爸的力挺，每一次 XGP 单元会提供3张2个月的 XGP 订阅序号，我们会从留言的地方选一个出来所以其实也不算是抽奖啦。我们就选几个我觉得很喜欢的留言，如果有3个，我们就选3个；如果我喜欢的超过3个例如说有7-8个人的留言都很不错，我们就做签出来抽可能我们私下抽，也可能在 Twitch 开台的时候抽。我比较喜欢公开一点就避免麻烦。总之，我们以后1个月大概会有6张吧。你们留言的内容就跟今天的影片有关就好。然后虽然这次应该还用不太到，因为刚开始嘛，还没有中奖者，但是我们已经把中奖的领奖办法写好了，以后也会固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不过你们不用急着看，中奖了再看就好，你又不一定中。好了，那我们再来插播新单元，有没有觉得很猛？每次新跟爆都可以插播新单元。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厂商发了真的是一狗票的游戏需要给我。加上有时候我会买一些游戏来摸摸看，想说有测试的话放在新game包中小聊一下好像也可以。首先第一款《星际大战：绝地幸存者》，这一款是3A 大作，而且我已经打完了，影片也做好了，就明天上。只是因为游戏和1代过于类似，和大家的评价也不太一样，也很逆风我觉得优化相当好，但是游戏很无聊，太逆风了。我就用莱斯乐色化的方式闲聊一下这次的心得，有兴趣的话，明天可以期待一下影片。那第二款是国产的《星勇之师》。一款结合了扑克牌的概念以及技能卡牌构筑的 Rogue 卡牌游戏。
每副手牌我们可以拿到1到7梅花到黑桃的牌，手上最多可以拥有10张牌，一次抽6张。你可以把技能安装在单张、1对、2对、3条葫芦、3筒花顺子之类的牌型中，然后利用牌来触发你的技能。因为换回合手牌不会全部被洗掉，所以要有效的配合你的技能，适时的扣牌等打爆发。例如说，我们可能1队的牌组技能放的是增加力量或是破甲，那扣牌之后就可以配合顺子或是2队来打大连段，玩起来的感觉不错。先前在 Twitch 实况上面测试，大家反应也不错。之后我可能会再找时间把厂商提供的序号的游戏，在 Twitch 实况上尽量找时间来试玩看看。第3款是 Bounty of One， 这个是我在 Humble Bundle 买包送的幸存者类型的游戏。这一支与其说是幸存者，我觉得玩起来比较像是弓箭传说。它的评价很好，有超过1400篇的89%极度好评。可是我看不懂到底为什么好评啊？它就真的是弓箭传说，你走的时候不能射，停下来才能射。升级之后技能啊取得算是蛮无聊的，就是攻速、伤害、时局范围之类的。对于你主攻的技能变化微乎其微，整体和其他游戏的优势啊，大概是支援4人同游。那顺带一提，我测试的时候玩到直接睡着，不是因为我老了，就真的是很无聊。第4款 Scarlet Tower 应该是可以翻作猩红之塔。那我原本实况测试玩的时候觉得还好，就类幸存者的游戏，没想到关台之后，工作空档之余突然会犯瘾。目前还是 EA 版哦，还算是蛮有内容的。有提供4种不同的种族，每一个种族最少会有1个角色，每个角色可以拥有2种不同的主攻技能和可以升级的被动。可以升级的项目方向比较多，也有攻击、防御面向的阶层式3选1的天赋系统可以用。我觉得应该是不用讲得太清楚哦，这个有常在打电动啊，用看的应该就是很能理解。就每一层你都可以有一个3选1的天赋让你做搭配。蛮特别的是，这个幸存者的武器合成不是和附属技能搭配，就单纯的是把2个主武器升满之后，拿宝箱会自动合成。而且每一把武器还不一定只有1个方向可以合。如果还有在迷幸存者的话，我实况评的分数有点太低了，我觉得还算是值得一玩的一款游戏啊。想买的话，这支我觉得还可以玩。那接着来让我们看看本周有哪些重点游戏值得关注一下。首先，第1款《萨尔达传说：王国之泪》，任天堂本家最重点大作，预计于今年的5月12号发行。从2019年在E3展宣布正在开发的消息之后，被誉为是游戏界里程碑的旷野之息续作，在经历过将近4年的开发后，终于要在下周5发售。延续了前作的世界观，本次故事叙述打倒灾厄加农的林克，要和重获自由的萨尔达公主一起来面对不知名的异变。王国之泪这次同样采取开放世界的玩法，除了可以在广大的海拉鲁大陆冒险之外，还增加了让玩家可以探索的空岛，让原本就幅员辽阔的地图再提升一个档次。林克可以利用本次新增的能力倒转乾坤，回升升降台的运动轨迹，搭上石头后登上空岛。这个能力仅限于在无机物上面使用，也不能用于固定在地面上的东西。不过，当你想要移动一些身上背有无机物的生物的时候，也许还是可以透过另一个新能力救急手，达成自由组合物体的目的。那至于好战派的玩家，也不用担心没有新东西玩。新能力余料建造可以将2个任意物品合而为一，制造出具有全新效果的武器，而且合成之后的武器耐久度会增加，算是间接的解决前代中武器比较需要谨慎使用的问题。再加上不同的素材组合都会产生出对应的不同效果，在尝试各种武器组合的过程，应该就是蛮有趣的。那我猜在整个5月，应该各大小游戏相关的频道都是铺天盖地的萨尔达传说的影片，这个应该是可以想见的。从这些事前公开的新能力可以看得出来，这次王国之泪给了玩家许多自由创造的想象力。那我也蛮期待届时会有什么很新潮的玩法概念出现。第2款 Idol Showdown 由独立游戏团队 Besto Games 开发，同公司于今年的5月6号发行，是一款 Hololive 粉丝向的2D 格斗游戏。先前几次新年报中都有持续为大家报道过。游戏初始的版本共有8位 Hololive 角色可供选择，每个角色都有因应他们各自的人设的攻击方式，像是擅长枪械游戏的武旗生、400牡丹就有各式的枪械、手榴弹甚至机关枪的攻击手段。首位以 VTuber 歌手身份登上 First Tag 演唱的星街彗星，则有以1杀5的代表性武器金斧头，加上俄罗斯方块、工商贴贴的鹰巫女等等，都变成了必杀技之一。这些演出安排都是粉丝才懂的内梗，看得出来制作小组在重现度上面的用心。游戏本体采用了像素风格，场景跟 BGM 也都是为粉丝量身打造。游玩模式中也包含了单人剧情模式，让只是想单纯享受游戏而不想跟人连线对战的玩家，也可以有完整的游戏体验。那虽然是免费游戏，不过制作团队有特别强调，为了让没有接触过格斗游戏的玩家也能够轻松上手，所以在操作方式上面也设计的比较简单，应该是不太需要担心门槛过高的问题。加上有用网络对战专用的 Rollback Netcode 的技术加持，虽然只有8名可操作的角色，有点偏少。
但有过同属二创游戏 HoloQ 的前车之鉴，大家对于免费游戏的更新速度通常也不会太过要求。如果能够把连线对战的品质顾好，评价应该是不会到太差。加上 Hololive 的高人气支持，应该可以期待上架之后的表现。第3款 Cook Server Forever 由 Vertical Gaming 开发，同公司于今年的5月9号发行 EA 版，是有别于该公司的系列作 Cook Server Delicious 的全新烹饪模拟游戏。系列作的第3代在 Steam 上面有超过1400篇的95%压倒性好评。在游戏中，你将化身为快餐车主厨，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卖力下厨，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像戈登·拉姆齐一样，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厨师。与 CSD 系列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全新的动态烹饪系统搭配了数百种食材跟充满创意的食谱，无论是凤梨骰子牛还是墨西哥 taco 饼，想得到的跟想不到的，你都能煮得出来。游戏玩法强调模拟真实烹饪的节奏与手感，配合别出心裁的美术画面，透过完整英语配音的剧情，让你可以沉浸在充满戏剧张力的故事中。不过就目前释出的影片来看游戏界面比起前代感觉稍微阳春了一点，就看 EA 版的内容够不够丰富了。玩过系列作的人可以先关注上架后的评价再决定。第4款 Panorama 由 Chicken Launcher 开发，预定于今年的5月9号发行。看到这个美术风格跟游戏方式设计概念上也是一款带有卡卡颂的风格。实际上玩法也是有点像这是一款拼图的益智游戏。你的目标是透过将多块土地连接起来，创造出更大的环境来获得更多的分数。放置的土地会随着游戏进程而更加多元，透过完成随机跳出的任务来收集点数，取得进阶的建筑物，塑造出属于自己的小世界。那虽然乍看之下是个很小品的建筑游戏，不过每次弹出的特定方块要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才能够获得更高的积分，也是需要动脑想想的。那稍微玩了一下 demo 版，整体的游戏氛围还蛮轻松的，轻快柔和的 BGM 搭配由田野、森林、草地组成的世界观，随机跳出的任务难度适中不会到太困难，是个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休闲小品。如果你最近觉得压力太大，想要好好放松一下的话，可以先下载 demo 来试玩看看。第5款 Midgarden 查了一下，好像是中秋，由 Team Midgarden 开发，同公司于今年的5月10号发行EA 版，是一款以亚洲文化为主题的俯视角动作 rogue 游戏。在故事中，你偶然发现了一个通往神秘地牢的地下密道。为了驱除意图侵略真实世界的邪灵你成为了新一任的守护者，往返真实与精神世界之间，揭开更多的谜团。战斗中你会得到来自敌人的月球力量，可以将这个月球的力量反射来消灭敌人之外，随着等级的增加，会学习到更多的战斗技能你得活用这些技能来通过层层的关卡，打败深处的邪灵。那探索地牢的过程中，会遇到过去曾经出现在历史中的知名人物，活用他们赠予你的礼物来增加自己的能力，在随机产生的精神世界中继承记忆，来让自己更加强大。在影片中可以看到不少充满中国风的人物设计，加上以中秋节为主题的故事背景，围绕着以月亮力量为中心的战斗系统，感觉蛮有趣的但是这一款以亚洲文化为核心，中秋 Team 出的中秋 Game 没有出中文，我也不知道他们的 TA 到底是想要打到哪边去。第6款 Occupy Mars The Game 由 Pyramid Games 开发，今年的5月11号发行 EA 版，是一款以火星殖民为主题的开放世界公益游戏。在游戏中，你就跟电影《绝地救援》中的主角麦特戴蒙一样，要在火星上建造你自己的基地，想办法生存下来。随着基地的扩张跟升级，你能建造出的物件也会更多。想探索火星的最深处吗？越野车、摩托车，甚至喷射滑翔翼都可以做得出来。透过这些载具探索火星的无限风光，是本游戏的一大亮点。但同时间，你也会遇到各种天候上的挑战，跟地球不尽相同的天文现象，考验你的应变能力。虽然是 EA 版，不过制作小组已经在游戏中提供了各种模式，包含了单人的战役、故事模式跟可自定义的沙盒模式。可用工具种植植物的种类也有近100种。对太空迷来说，要登上火星的梦想也许很难实现，但是在这款游戏中，你或许可以找到圆梦的方法。想要当个在火星上求生的太空人吗？可以先安装免费的序章版来玩玩看哦。第7款机械战舰由 Game River 开发，今年的5月11号发行 EA 版。一看到这种机甲类型的策略模拟游戏就让我们想到很久以前的一款线上游戏《破碎银河系》，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以前跑网咖的时候很常玩。游戏的战斗方式采取自动对战，决定好你要生成的单位，对准敌军可能会行进的路线，部署完毕之后，看着他们消灭敌人，再利用每回合获得的补给点数来加强或是解锁你的单位，不断的重复这个流程，直到任一方的生命值归零为止。在机甲的部分，共有16种兵种可以选择，每个兵种都有各具特色的武器，像是长弓机器人就有超长的攻击距离跟较高的单体伤害，凤凰飞行器则是具有空中优势。兵种之间的克制关系是足以影响胜负的重要关键。
在每回合只能够部署2支新部队的情况下，该如何避免被对方以少打多，就端看你的指挥能力了。除了机甲之外，游戏中还有战术性的紧急指令可以使用，比较小范围的有燃烧弹、防护罩，研发中心有升级的话，甚至可以整颗核弹砸下去，看着对方的兵团一瞬间全灭，真的是很爽。游戏目前开放测试伺服器，可以透过 Steam 直接申请。那我自己玩了一下，感觉还蛮不错的，而且界面是繁体中文，跑一趟教学模式很快就可以上手。主选单也提供了多人的模式，开放给玩家 PVP 对战。以目前开放申请测试的版本来说，游戏的完成度算是相当高了。喜欢机甲主题跟战略类型的人，可以先进测试伺服器玩玩看哦。第8款《黑暗地牢2》由 Red Hook Studios 开发，同公司于今年的5月9号发行。经典的 Roguelike 回合制角色扮演游戏《黑暗地牢》的续作。2代其实在2021年就已经在 Epic 独占上架了，独占 EA 版。在经过1年多的改版之后啊，现在总算要登上 Steam 平台。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啊 ，Epic 平台上市了，当作没看到，所以我也把它当作是新游戏来报道。那对系列作的粉丝来说，应该是等到望穿秋水。相信 MOD 的作者们啊，也都已经蓄势待发，准备要把里面的人物全部都换成香香的妹子，承袭前代黑暗抑郁的风格。本作同样要从有限的角色池中组成4人小队，搭上这次新增的交通工具马车来进行冒险，透过类似杀戮尖塔的地图来选择你想要通过的关卡。战斗系统就是一般的回合制战斗，你必须要依照角色的特性，依序的把他们放在前排或是后排，并且想办法回避弱点，在避免伤害的情况下击退敌人。前作的火把明亮度设定也有被保留下来，火把明亮度越高，我方的 buff 就会越多。旅途中也会遇到各种的建筑，提供你在通关上面的帮助。例如说解锁角色技能的神殿，解除 debuff 特性的医院等等。如果中途有角色挂点了，到旅馆可以招募1名队员补上。但是别忘了，本游戏的角色死掉之后就无法复活了。有想要重点培育的话，游戏的过程中就得小心翼翼的保护它。2代在游戏画面、氛围营造上面都有显著的进步，战斗动画演出也在水准之上。不过就目前玩家社群在2代上的反馈，普遍认为人物系统的设计不如1代，就连带影响到了耐玩性的表现。建议有兴趣的人可以先去翻一下 YouTube 的影片，或是等到有喜欢的 MOD 出了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入手。那移植的部分，这次有2款，我们就简单讲一下。首先是远道窟发块6，终于又重新回到 Steam 上面销售。真的看育碧这样啊，多多少少是有点心疼。我觉得极地战壕啊，还算是不错的游戏，坏人都很有特色。尤其这次的坏人主角是绝命毒师鼎鼎大名的炸鸡叔，感觉应该是一上市没有多久就会有不错的折扣。尽管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每个在 Steam 崇尚的评价都不太好，但是他们家的游戏就这样哦，你不要抱着太高的期待的话，其实还蛮好玩的啦。就是他们家的游戏不能连着一支接着一支玩，会腻得很快。偶尔来一次，玩起来是蛮不错的。那最后是霍格华兹的传承，总算要出 PS4 版本了。我后来仔细想想我觉得其实我没有觉得到超级喜欢可能是后期的一些重复性的内容让我觉得有点烦躁。更烦躁的是最终的那个大结局它还卡我们任务等级，就是等于强迫我们要解收集要素来赚经验值这个就超级不爽。不过对于世界观的还原尤其是霍格华兹的城堡做的是真的猛，我个人还是蛮推荐的，尤其对轻玩家来说更是大推。那刚好霍格华兹这一款确实也很容易打到轻玩家的市场。那轻玩家们如果是喜欢哈利波特又不是很常打电动，那对于一些重复性的东西可能也没有什么玩过，耐受性就会很高。就是 PS4 效果跑出来到底有没有及格，这个真的是说不准。好啦，那这一期别忘了，如果有想要问 QA 的，我们问题会收集。那如果有想要参加抽奖的，别忘了留下你对今天影片的看法，或是你对某一支游戏的想法。我们是用选的，不是单纯是抽。那我们的新电报也真的是越来越长了，感觉这样不太好。希望未来可以稍微缩减一下影片的长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莱斯，谢谢你看到最后，大家拜拜。